好，我们野火的五脏完工了，所以我就把以前我做的78031这个塔米亚的五脏拿出来放在野火的旁边啊。我们等一下拍野火的细节的时候，再顺便一起来做个比对。虽然说做比对是一个蛮不公平的东西啊，因为这两架模型它的年份相差的非常的远。那我们来看看，相差那么远以后，野火它的开模的设计到底跟以前的田宫实力到底差在哪边哈？首先我们来看船手的细节哈。船手的话，上面这一块是野火的原装的塑胶件，船身也没有经过任何的改造，它就有钢板的纹路，有断差，然后焊接缝，然后纹路都有出来，然后铆钉全部都在上面。这个就是野火它船身跟78031的田宫的五脏差异最大的地方，就船身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然后也可以看到上半部的细节啊，这有一些是已经安装了野火的改套上去，所以细节会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锐利。那上面有很多这个数字的这个编号，这是因为大合级的甲板它的大小真的是实际是非常的巨大，所以它不知道是在它的龙骨旁边会写上这个编号，还是它有一个特定的位置会写上它的距离，所以就是通知所有的水手要集合的时候的集合的位置，所以它会在舷侧两侧会有那些数字。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旧版的78031。78031的舰首的设计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是 Verifier 的舰首，这个样子。明显感觉新的野火它所设计的东西会比较锐利，然后旧的田宫它的设计就会比较平一点点。好，然后再往下看，这个就是它的主铆，主铆的位置是这样，然后这个是野火的主铆，野火的主铆是这个样子哈。然后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哈，你看主铆下去的这个部位，这个地方的距离是非常的近的，就是铆链下来就接着主铆，然后就下去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田宫的旧模的设计，铆链下来了，然后它跟主铆的距离就有一定的距离，这样看就看得出来了啊。所以野火它有一个很特殊的设计你看它的，实际上你是可以看到下面的，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所以它的铆链是真的是从这边出来，然后直接通下去。所以你的铆链只要是留长一点的话，那它的主铆是可以直接的顺顺的就滑下来。这个就是旧模没有的东西。虽然我们是静态模型，这个不是很重要，不过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毕竟它的距离是里面是有一个隧道的。那如果它是有隧道的话，那距离就会相当的远。OK， 好，再看过来的细节，这个是它的集合的司令台田宫一样有这个设计。然后它是直接，我记得它好像是直接开在甲板上面的。那野火的这个是要另外安装，然后再来就是木甲板，木甲板就没什么好比的，因为这个是一整块 Pontos 的黑色木甲板直接贴上去，因为大家都知道田宫的旧版的大和五脏这边会有一条缝，那条缝我到现在还是没办法克服，所以旧版的田宫跟
的田宫的五丈跟大河，我没有办法用手绘木甲板的方式。那这一艘五丈的木甲板就是用手绘的，用手涂上去的。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卷扬机的部分，它的卷扬机的大小很明显的会比音响所给的改套还要大一些，所以你会看到它的卷扬机的比例应该会比较正确。那你看一下音响的这个就感觉有点小儿麻痹这种感觉。好，然后后面的这些通风口，你有看到下面有一块比较大的甲板吗？一个金属的部位，我拿个东西来比对一下。就是这一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它是塑胶件，然后旧版的田宫的大河跟五丈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它是直接粘在木甲板上，所以它少了下面这一块，这个照理来说应该是钢板的，所以它就不一样。好，再来主炮，你也可以看到它的主炮的设计就明显的锐利的非常多。然后它的炮衣，它的炮衣我调成卡其色，就是麻布色。麻布色上去以后，你会觉得，看起来就会比较像布料的感觉，它是消光的，会比较有质感。然后我们再反过来看旧版的田宫，那就炮衣的这个部位就肥肥短短的。不过它也是很久以前的产品了，所以这个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去批评它的啊。毕竟田宫模型陪伴了我们这么多年。OK， 好，再来副炮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的副炮这个地方，它的细致度就稍微比不上音响的改套。音响的改套，它的旁边全部都是使用蚀刻片粘起来的，所以上面都会有铆钉。可能要拉的比较近一点才看得出来。这个细节就会比较多。旁边的细节，好，然后你会看到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设备，一个机器在这边，我看一下，这里这个看到了这个的设计，它是直接开在甲板上的。那我们再反过来看野火的这一个设计是这样，它不是改套，它是塑胶件，然后开得非常的立体，非常的锐利。来，再来剑桥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的剑桥上的细节就明显的比较多，因为它的铆钉全部都开了上去。从下面往上看，我是尽可能的不要去使用 3D 键，因为 3D 列印键比较少了那个 feel 啦。我是觉得塑胶件跟蚀刻片还是比较对位，所以我比较少使用 3D 列印键。到它的最上层的设计都非常的细致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旧版的田宫。其实以五丈跟大河来说在剑桥剑岛这部分比较不会有什么很大的考证上的争议，也比较不会有那种形状比较怪异的出现，因为它真的就是长这个样子啊。去看过大河博物馆的1:10的大河也知道，它就真的就是长这个样子。好，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射击指挥所的旁边射击指挥所的旁边有喷浸炮，这里有喷浸炮。那
原本的田宫这边不是喷浸炮，我记得它是探照灯，那我把它换成了威特尔的数值键，所以它一样是喷浸炮。好，然后很特别的是在这个地方，它在楼梯上面还会有2个旁边的衍生出来的平台，这个是以前我做大合集的时候没有看过的东西。然后你看它的剑桥的背面，你会被信号旗挡住。来看剑桥的背面，然后再来看旧版田宫的剑桥背面，加了10颗片改套上去以后，只要你把铆钉都弄出来哦，其实剑桥的部分不会差非常的多。好，再来是烟囱的部分，来看一下旧版的。以前的田宫，它是把旁边的这些小烟囱直接开在主烟囱上面，所以它的细节就比较没有那么的突出。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的野火，它的小的排气管这一些东西都是另外再粘上去的，这些都是另外再粘上去的。上面的这些头都是 3D 列印件，所以它是中空的。那我们看旧版的田宫，它全部都是实心的，你必须要想办法自己挖洞啊。可是以看久了来讲，我觉得大和烟囱就是长这样子而已啊，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好，旧版的田宫的烟囱上面没有任何的铆钉，你必须要自己用手动去把它滚出来。你可以看到野火的，很明显，它就直接把铆钉开在上面，这些你就不需要再有多余的工作来做这些东西。然后可以看到，我在前几期里面有在这个部位有做过补缝，用的是北回化工的 UV 胶，把很大的缝隙全部都补起来。你看现在上了漆以后，基本上它就不见了，已经看不见了。那旧版的田宫它没有这个设计，它就只有一个射击指挥所在上面。好，然后这个探照灯，这2颗大合集的探照灯，这个我记得是数值键，数值键再加上10颗片，它才有这个效果。然后野火的探照灯，这个是塑胶件，它的塑胶件就有办法开出这个水准，所以它的探照灯几乎就是等于早期的改套，做的非常的细致。然后再来就是下面，不过在下面这个地方我就真的觉得很怪，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个射击指挥所？为什么会有这颗东西？我真的觉得蛮好奇的。旧版的田宫是什么都没有。好，再来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它是96式单装防空机枪，这个地方它变成了大合集的射击指挥所。这个这个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好，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桅杆，我们可以看到2艘的桅杆真的是长得不太一样。野火的桅杆三角连接点的位置比较高，你可以看到田宫的，它的三角连接点就比较低，在蛮深的这个下面。然后两家它所做出来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你看，从后面看起来或上面看下来，基本上它就是窄窄的然后你看了一下野火的后面的这是后桅杆，它的外展就非常的大，有没有？变成这个样子，后桅杆的角度
完全不一样。然后田宫的后桅杆角度是比较缩的，是比较往内缩的，所以看起来就比较不会这么的突兀。所以如果没有两艘去做比对的话，你不会去觉得说它的桅杆不一样在哪里。两艘比了一下，你才会觉得，为什么野火的桅杆会这么宽？那我跟他们的营业部的妹妹联络过了以后，她是跟我说，他们的船大部分都是经过考证之后才会修改完之后才会上市。那姑且相信他们因为毕竟我看我这辈子应该也是不会亲眼去见到武藏的残骸啦。那就算看到残骸，这个东西也不是完整的啊。好 ，OK， 那我们再来看后舰桥的设计。你看它下面的这个部分的铆钉开得很齐全，然后蚀刻片也附的很多。那这边还做出下面有一个观测台，可以在上面再摆上望远镜。那我们来看一下旧版的田宫，这个地方它有观测所，可是下面没有观测平台，下面是空的。好，然后它的后射击指挥所看的比较锐利的关系，是因为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蚀刻片，这些都是蚀刻片组装起来的。然后野火的是塑胶件，塑胶车速件，所以比对下来的话，音响的这个地方会看起来比较锐利，而且旁边还有他们所谓的环晶，那野火它就没有。好，再来后副炮，这副炮跟前面就差不多。那我们前面的副炮跟后面副炮来，我们这样看一下哈，它的炮衣的设计就比较像真的。那这一个就不用讲，因为这是我当初用美国杵乱捏出来的东西。好，那下面卷扬机跟野火的卷扬机，看它的大小就差很多。然后后面的这一根通风口呢，它是 3D 列印件，所以它是空心的，就很漂亮。那我的武藏，以前的田宫的武藏我竟然没有装，我记得好像有这个东西，可是我没有装。再来往后就是第三组炮，那第三组炮就没有什么好介绍的啦。再往后你就看到，飞行甲板上面的设计完全不一样。以野火来讲的话，它比较参照大合级，所以它有这一些焊线、这些缝在跑的这个纹路。那音响给的是十字形方格的，不过它有把这个步道独立做出来。步道那个时候我看的书上面是灰色的，所以我就涂成灰色。那现在呢，我还是依旧照日本海军常用的颜色，就是油布甲板的颜色，这种咖啡色，我把它喷上去。然后再来，在搬运轨道的附近都会有防滑纹路。那你看音响的改套就不见了，旁边没有什么防滑纹路，它防滑纹路好像坐在里面。然后我们再来看野火的旁边的防滑纹路都有做出来。那音响呢，跟我们原本的田宫它的这个地方，田宫我记得不是镂空的，它是有做个造型的，所以必须要把它挖空才可以。你上了这一块飞行甲板的蚀刻片才有意义，你才能看到下面的结构。那音响的Verify 的比较简单，你只要把支架全部都剪掉就可以了，你就可以看得到下面，然后上面再贴蚀刻片上去就可以了。好，再来后面的机库的位置大和的我有贴回旋的转盘，那武藏的我忘了贴。那不过野火的呢，它里面就完全没有设计，里面是空的，这蛮可惜的。来，再来下面的两个救生艇的滑轨，野火一样有出，然后旁边的
救生圈它也有架子在旁边啊。好，那吊车这个是改装件啊，这个比就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啊。这个都是10颗片，这是哪一家做起来比较细致而已啊，其实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那剑尾呢 ？Verifier 它有附2种剑尾，一个是平面的，一个是弧形的。最后我是选择使用平面的，因为我看也比较习惯。这是田宫的5丈，后面也是使用平面的。OK， 好，再来看后半部的船身。所有的旧的田宫的钢板断差的这些焊缝，都是我自己用喷补土这样子一层一层把它喷上去，它才有这个一条一条形状出来。那我也没有去滚出它的铆钉，所以看起来就比较没有什么细节。但是这样子看起来，田宫以前它制造模具的能力其实也是非常的强悍。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这弦外电路好像是我自己贴的，这不是原本的，原本好像走上面。好，那这边没有栏杆。好，这个是旧的舱门设计。旧的舱门设计是这个样子。来，这个是新版的 Verifier 的舱门的设计，这个就很接近78025的舱门的设计。还有上面的这个支撑 ，Verifier 上面的这个支撑是我有史以来做过大合集的套件最好做的一套，就是这一套，因为它的安装的点跟它在船身上面预留的孔刚刚好。那这个音响是因为它要去配合早期的田宫不可能会为了外场的改装件去留下预留孔，所以你要自己抓位置慢慢粘。粘到最后我会发现，粘的位置不对，所以到最后看起来它是斜的，它不是完全直的。那你可以看到野火的，它就是直的，因为它的位置是刚刚好的，这就差在这个地方。然后它的旁边还可以吊上救生艇，这个好，我记得是内火艇、长官艇，然后这个地方你就会很明显的看清楚船身的细节是长什么样子。目前就只有尾巴这条缝我忘了补。然后我们来看旧的田宫，这个全部都是要靠自己去把它做出来的。相较于下，这样一比对，就会觉得以前做的模型真的还蛮丑的。现在的模型进步了非常多。来看一下它的主舵，的设计，铆钉全部都有开上去，副舵也全部都有铆钉。好，田宫的就是平的完全都是平的，然后因为它的开模设计，它是左右两侧开的，为了要脱模，所以这一块是平的，这里是平的。然后你来看一下野火的，它的是圆形的，这个所以要另外的再做上去。那这个形状我觉得是正确的，因为我去广岛的吴氏的大和博物馆去看了它的传动轴的外侧，就是长这个样子，而且也可以很明显看到它的驱动桨比较尖，也比较长。那跟大和博物馆里面那一艘1:10的大和也比较接近。那我们来看旧的田宫，看起来就比较像子弹，那短短的9 mm 的子弹就是这个样子。对，看起来你要说野火它真的是新世代的产品，所以进步的非常的多那售价又不像用新版78025的大和用 Pontos 的改套下去改成5张那么贵所以我是蛮推荐大家使用
就是要制作五脏的时候，可以用野火的五脏，不然你要跟我一样，我还要去准备田宫的大和号，然后还要 Pontos 的，可以改成五脏的。我看一下我是放在哪里啊？这里，还要用这一套，再加上这一套大和，才有办法做出一艘新的五脏。这样子真的是花费的时间也多，然后浪费的钱也多。你不如就直接 Verify 买一个，然后就直接把它做成五脏，效果就是这个样子。OK，感谢各位，我们的五脏完工了。